很多跟我差不多同龄的朋友，他们有想法，必须先说服他们的父母，或者改变他们的想法，对，才能做行动。对 ，OK， 好，你说在华人的文化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那换我说了吗？对，我觉得在中国就是华人的文化啊，中国还是台湾都一样，爸爸妈妈永远把孩子当小朋友、小孩。就算今天一个孩子他到了18岁、20岁、30岁，甚至40岁，爸爸妈妈永远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小孩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很奇怪。你知道我已经41岁了，我妈妈看到我还是会说：“你要吃饱啊，你要吃这个才健康啊，你要早点睡。”就把我当孩子。别忘了刷牙，我记得你说这个。要刷干净一点啊！你要去看牙医，你要做这个，你要做那个，我就觉得很烦。其实我觉得我妈妈很烦，因为我觉得我都几岁了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个，对，那就是对，这个是华人的父母。然后像我们长大了以后，大学毕业了以后，我们要找工作。一般来说，我觉得在西方在美国，孩子可以自己找他们喜欢的工作，他们有兴趣的工作，是吧？对，可以。对，然后呢，他们不需要跟父母解释。你们需要跟父母解释你为什么找这个工作吗？可能我的父母只是想听一下我的道理，但是想法，你的对我的想法，我为什么想做这样的工作，就跟他们说一下，对，他们很容易就没有再提到为什么什么。比如说我在大学，我记得一开始我只有一个专业是心理学，然后突然有一天跟我爸爸妈妈说，我想再加一个专业，想加统计学，我妈妈说，怕这个太累了，怕就是当然可能对2个专业，他怕太累了，你不要把自己累坏了。然后我爸爸很开心，因为他一直希望我会用一点数学在我的生活中，但是以后妈妈可能还是很担心，但是没有说。了解。等到毕业以后，他跟我说，我没有想到你能做得到，你很厉害。但是他没有跟我说这个，因为他相信我。说到这个，我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说。那就是如果是台湾的爸爸妈妈，比方说我想要当老师，但是呢，我的爸爸妈妈希望我做别的工作，他觉得当老师没有钱，他可能觉得你需要赚比较多钱，所以他们觉得你可以去当工程师，或者是做别的工作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的家人啊，我先说我的家人，他们就会开始洗脑我。就会告诉我说我告诉你啊，当老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没有钱啊，当工程师比较好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就开始跟我说一些道理，开始洗脑我。然后呢，我爸爸，特别是我爸爸，他每次讲完以后，他一定会加一个句子，就是我是为你好。我觉得华人的父母真的很爱用这个句子，你要听我的，因为我是为你好，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，你如果不听我的，你的结果会不好。可是我非常讨厌这句话，因为我感觉我是为你好是一种怎么说呢？你知道一个词叫情勒吗？情勒不知道。情勒就是这个词，我觉得如果你是要学习华人的文化，你要学会这个词叫情勒。情就是感情，像 emotion 的感觉，勒就是这样子勒住你。对，情勒就是我告诉你我是为你好，我是你妈妈，为什么我会骗你呢？我不会骗你，我是你的妈妈，我为什么会害你？我不会。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操纵你，对，勒住，对对对，就是对，没错，情勒，控制也是控制，对对对对对，用感情控制你。我感觉美国的父母有一样的想法，希望你能赚很多钱的工作，也可比如说，我说我姐姐，她是想当一个演员，我父母觉得这个一点都不稳定，对，很怕她以后没有办法。付自己的房租，买自己吃的，类似这些担心。但是我跟我的未婚夫完全同意的是，人需要通过经历学怎么做事情。没错，做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我感觉中国的父母就真的没有想，其实孩子有一些失败，也是好的。对。你天天我真的看过，我有很多住在美国的，他们可能是留学生，从小妈妈就告诉他们怎么做。比如说，孩子今天很冷，你多穿一点，我是为你好。对，什么孩子，你吃完你的米饭，你再长大，你需要多吃一点。好，孩子多吃。然后也是以后想找到另一半，
孩子，这个男生赚的钱比较多，你跟他聊天什么什么。等到他们去留学，或者妈妈爸爸不在，他们是感觉一片空白，没有自己，没有方向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真的，我们英文有一个词叫 street smarts。哦，就是生活的那种小聪明。对，生活这些小聪明真的是通过小错才能学到。比如说怎么换车的轮胎，啊，对，你怎么跟房东，这个词怎么说沟？negotiate。通，对，沟通，对，交涉，沟通，对，对，沟通谈判，这个都是通过经历才能学到东西。我感觉我周围的中国留学生，没有我跟我未婚夫一样这么有了解这个生活的小聪明。因为我未婚夫他不一样，他是在高中已经来美国，然后那个时候没有他的父母。对，但是他的父母还是跟普通的中国人一样。我记得你说这个刷牙的例子，你40多岁，妈妈还是想提醒你刷牙。我一开始听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李老师的妈妈比较担心这个老师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过，我未婚夫的妈妈这样跟我说。记得他说过，我以前的中文只是不够好，听不懂。对，但是这次去中国，我感觉有点烦，每次那个提醒我，比如说外面很冷，你多穿一点，说我是不是傻？我怎么不知道外面冷？这是感觉，然后有的他也不要这个答案，对，他不听，对，等到你说好，我放弃，他就是要你跟他说好，我知道了，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知道了，好，知道了，不管他说什么，你只要回答好，知道了，谢谢，没事。对，我就是跟你一样，可能有的时候没办法同意，没办法说好知道了。因为比如说他非常想我，出外面穿2条裤子，我就不想这样做，要不在屋里会很热。对，中国特别中国的东北有公共暖气。暖气，对，对，暖气是政府付的钱，所对，以屋里都很暖和。然后我特别不喜欢冬天，感觉出汗，感觉不正常，不对，舒服啦，也不舒服，穿那么多流汗，对啊，出外面很冷，会里面感觉很难，很不舒服。但是真的他不同意，他觉得我会感冒，他一直说这个话，我就怕你太冷感冒了，说感冒了，那下次我会多穿一点。我就直接跟他这样说，没错，我也不要他比如说我怀孕的时候或者有孩子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愿意就是一直说好知道了谢谢。有的时候我想说谢谢你的关心，但是不要谢谢。对，还是要讲清楚啦，对啊，要讲清楚，有时候会比较难一点，那可能就是要看，特别是老人，对，比较年纪比较大的老人，他们就是会这样子。你知道我以前在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就是想要当老师，但是呢，我爸爸他其实他不喜欢我当老师，他觉得我应该当以前在选专业，我们选科系 major 专业的时候，我爸爸其实希望我当一个护士，一个 nurse，他希望我当护士，他觉得现在在台湾这个护士这个工作一定有机会，就是因为很少人当护士，我们很缺护士，所以只要你是学护士的，你一定有工作。但是如果你是学当老师的，你不一定有工作。对，所以我爸爸就是希望我当护士。然后呢，他的想法、他的梦想、他给我的计划是我可以当一个护士，在里面工作，在医院工作，然后认识一位医生，然后跟医生结婚，然后我这一辈子我的生活就是很完美，没错。可是我就不要。对，我曾经因为这个事情跟我爸爸吵架。因为我爸爸真的一直说我是为你好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哎呀，你这个孩子怎么样？对，是的，对。我觉得我们说到这个，就是我发现的一个特别大的文化差异，连我妈妈也意识到，她也说她是不是有一点太过分了，有点太烦了，她管你太多，是我妈妈说的。管太多，对。我的未婚夫跟他的妈妈说，妈妈。一梦的妈妈也没有这么管他，你不用这么管一梦。真的管太多，对。很搞笑的是，我活到这个时候，成功到这个时候，也不是因为你提醒我，对，我活到这个点都是我自己做的。我的生活可以那么好，都是因为我自己的决定，我自己做的，不是因为
哦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，提醒我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所以我对啊，这个我很有感觉。讲到这个，我可以说很多例子啦。对对对，